大家好，我是小妍，欢迎收看我的爱心师傅。这期跟你分享外面没有在卖，而且吃起来像cheesecake的榴莲龟汤，我们一起来制作吧。制作传统糕点，我特别喜欢用香蕉叶，它是天然的烤脂，也能让糕点增添一份香气。香蕉叶需要过一趟热水，让它的纤维软化，这样在折的时候才不容易破裂。我用的模具是1公升的玻璃饭盒，在模具的4个边斜剪1刀，然后折起来放进模具里整理好。蒸锅也需要先提前预热，以便面糊装模后就能马上放进去蒸。接着我们来取出榴莲果肉，要用什么品种的榴莲都可以，吃不完冷冻过的榴莲也 OK 的。如果用太水或太干的榴莲果肉，你可能需要调整粉的分量咯。果肉的颜色也是决定成品的颜色，有必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加一点胡萝卜粉或金瓜粉来调色。制作榴莲城的食材有210克的榴莲果肉、50克粘米粉、265克清水、50克木薯粉、1/4茶匙细盐、35克细砂糖。糖的分量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喜欢做调整哦。把这些食材全部放进搅拌机里，打成细滑的泥状。打好后过滤一边，确保没有结块。然后搅拌均匀才放进模具。敲几下，敲出一些大气泡，放进已经上气的蒸锅，中火蒸30分钟。锅盖打斜留缝，能减低蒸汽滴在糕体上的几率。记得火不要太大哦，不然糕点的组织会有很多气泡。这时候我们来调椰浆面糊。椰浆层有分干的食材和湿的食材，40克粘米粉，25克木薯粉，3茶匙香兰粉，半茶匙细盐。我们先把干的食材混合均匀，然后才加入130克浓椰浆，搅拌均匀。混合好了，最后才加入130毫升滚水，一边加入一边搅拌，避免结块。榴莲城蒸好之后，它看起来会有点膨胀。打开锅盖，让它透气大约5分钟，这样它就会慢慢排气回缩了。这样做是可以避免榴莲层的气体持续排放在椰浆层上面，导致表面很多气孔。先把椰浆面糊搅拌均匀，才过滤进模具里。有小气泡的话要捞出来哦，不然蒸好后表面会不平滑。锅盖同样打斜留缝，先开大火，等上气后才转中火蒸20分钟。蒸好后拿出来放凉。需要等它凉透定型了才能脱模切块，大约需要2小时这样。
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终于可以脱模切块了。在塑料刀抹上食用油，能达到更好的防粘效果。需要的话，可以把四周修掉。看，糕体的手感是很软糯的呢。然后切成你喜欢的大小。你可以依情况在有需要的地方抹油，尤其是糕点的底部。满满榴莲味的龟达啦！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榴莲，可以用来试做看哦。我个人呢是很爱吃两耳糕点的，发现同样的糕点，不同人制作，味道和口感都会不一样。所以说喜好是很个人，没有标准的对错啦。而我的版本用了榴莲果肉就比较多，榴莲的味道呢也就比较浓郁，吃起来软糯香甜，很冷嘛。这个是经过我无数次失败调整出来的理想食谱。如果我想调整出我自己理想的口感呢？榴莲果肉呢偏干或偏湿也是会影响糕体的口感，可以适当调整粉的分量来达到你理想的口感。调整木薯粉的比例呢，就会影响糕体的 Q 弹度，增加粘米粉呢就会比较扎实，而减少的话就会比较软黏咯。我也有尝试在蒸好的榴莲层上用叉子划线，据说这可以防止脱层，但是糕点切开来看的时候，会明显看到不平整的线条哦。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个操作，糕点也不容易脱层啦。还有火候的控制也很重要，如果做好的糕点看起来比较粗糙多气孔，就表示火候太高咯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内容的话，请关注我们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